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一边封神一边尬，天地剑心水龙吟正面硬碰，诚意赢得稳。有时候真觉得这个时代的古装男演员太拼了，比宫廷戏里还忙。前脚诚意靠莲花楼站稳位置，后脚罗云熙带着长月烬明把热度拉满。两个人路线相近，白衣长发，温润形态，悲情底色，这回撞档。天地剑心对水龙吟，一开播就上场应对，观众在屏幕前等着看谁能把人物拉活。看剧现在不只看颜，网友挑的戏，谁能演出一个人，谁只是端着壳子摆造型。弹幕里一句句都在问这事，剧打剧像是幌子，落到演员身上才是真比拼。直接说最硬的效果吧，诚意这回更贴近，出的是他自己对状态的重新校准，不是靠宣传，不是靠滤镜，靠的是他把人从戏里挖出来的劲儿，这东西靠模仿快不了。王权富贵这个角色设定不容易，出身高贵，命格孤煞，屏幕一亮就容易走成表情整齐的那种空架子，诚意这次不往那边去。几个镜头能抓住细节，他知道青铜被困那场戏，眼睛小幅在颤，嘴角收紧，像有人突然把情绪闸门合上，呼吸停了一瞬，那个点不靠技巧，靠的是真被剧情压住了。以前他演哭戏像交作业，这次像被夜里那道桥给拦住，人一下慢下来。还有他不避丑，打斗后满脸尘土，眼神一时发散，不去挑角度，不卡灯位，镜头来就接住，演员把完美形象放掉，角色就立得住。这种取舍说明成熟到位，观众在弹幕里刷的都是看到了人。有人提到傅山海的反馈不理想，那时候状态紧，台词发音不够清楚，表情落不到位，评论里提了不少意见，他自己应当也能看到问题在哪。天地剑心里明显在修正，语气更松，眼神更有落点，情绪层次更细，演员和角色之间的缝被收紧了，你看过去能信这是活的一个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天地剑心剧情不复杂，造型也不新鲜，观众坐下来还能跟着看，隔天又点开2刷3刷，人对上了，戏就顺了。镜头切到水龙吟，罗云熙这次像被自己框住，有人说太瘦，这话不是指体型，指的是气场和呼吸。入场那几幕，服装层叠，金线银边，袖子加长，画面漂亮但像古装写真。镜头扫过去好看是好看，观众却能感到一种被拍的自觉，人和影像有距离，不是颜值的问题，落在端上，抬眉，收嘴，卑直，动作标准，谁都这么站就谁都像他。这不是角色，像是固定的姿态模板。他这次分饰两角，一个唐丽慈，一个柳岩假扮的唐丽慈。本来是表演层次的好机会，结果看完总觉得像是同一个人换了2套衣服。评论区有人打趣说分饰2套造型，这话轻巧，但观众一看就明白在说哪里。罗云熙并非能力不够，他是被自己的风格捆住，太顾影像氛围，镜头美学被放到优先，人就容易被放远，真正能打动人的那一瞬往往带一点凌乱，舞台上的线不能总是那么直。水龙吟的麻烦也不止演员，剧本散，节奏虚，特效不稳，打斗戏一碰就出戏，整部剧滤镜密，画面像照了层油光，看的时间长眼睛累。这边评论提的关键词是滤镜、出戏、画面压着人。另一边天地剑心同样是奇幻题材，特效安排和逻辑，画面干净，打光克制，蜘蛛精青铜第一次出现那个回眸，诚意侧身，李一桐特效处理带一点非人感，不夸，落点刚好，想象力够用。天地剑心也不是完美，
剧情里有网文味，台词偶尔俗，整体节奏顺，人设清楚，愿意让人继续看下去。水龙吟看到第3集，不少人开始同时刷手机，闪回多，人物动机不明，反派存在感薄，更像是为了截屏传播而生的画面。说到两人的气质差，程毅的古装是人戏贴合，他演侠客带孤独劲，也有温和的暖，情绪像小火苗，没大动静，但能传出去。罗云熙的古装更像戏把人包住，角度精致，情感外放不够。他像镜头里的雕塑，轮廓清楚，人却靠内观。程毅的眼睛往外看，信息往外送，罗云熙的眼神更多往里收，像是在看自己，镜头一打差别就出来。弹幕那边也印证，天地剑心刷的是好看，上头，程毅状态回来了。水龙吟1排滤镜太厚，画面压人，节奏松，观众并不磕，观众是在乎。看古装不是只看画面美，是想在虚构的世界里碰到真情绪。程毅接住了，罗云熙这次没够。罗云熙并非没有解法，他在香蜜沉浸如霜的润玉里，克制的表达，冷清的外层，压着的爱，都到了点，说明能力在。他现在的问题是停在自我复制，风格的牢笼把路堵住。他需要的是一次破箱，找一个角色让镜头里的完美先退一步，让观众记住的是人物，而不是妆发。程毅这次走的是反向，破了，不端着帅，不靠滤镜，把土气和疲态留在镜头里，把角色的碎片捡起来，演员的灵魂就会被看见。天地剑心题材老，故事常规，人愿意2刷3刷，这件事是演员的选择带来的结果。这场交锋讲的还是一个字，真。真不是无瑕，真实有呼吸，有褶皱，有不完美。真实你看着镜头能信那个人是真的，天地剑心更靠近真，水龙吟卡在壳里。程毅这次站住了，但别急着稳，观众记得你真，也会盯你下一次有没有虚。罗云熙这回没打开，不算终点，他要是真的愿意把完美先放下，路还是在前面。演员之间的竞争不在脸，不在妆，在活，谁能演得像个活人，谁就能把观众拉住。现在看过去，天地剑心靠活，水龙吟困在壳，这场古装对决看着像2部剧撞车，更像是审美在换挡，观众在往前走，演员也要跟上。